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魏仁律师。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讨论、分享一些有关法律、新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看法和感想。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咯。今天跟各位聊的是，我上周参加一场叫做假名化及匿名化之标准认证机制或配套措施的会议。那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我在这会议中里面的一些议题的感想。其实这里面其中有一个部分，它是在讨论去识别化或者我们说匿名化、假名化之后的个人资料的本人、当事人有没有权利对这个已经去识别化之后的资料主张相关权利。好，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个资法第3条里面，就我国个资法现在规定，当事人就其个人资料依本法规定行使下列权利，不得预先抛弃或以特约限制之。它把它分成了几种，包括了查询、请求阅览、请求自取复制本、请求补充或更正、请求停止收集、处理或利用，以及请求删除这几种权利。但是在我们所谓的各自去识别化之后，我们要不要给他所谓的譬如说退出权啊，或者是资料删除权等等的议题，看起来有没有被包括在这里面？其实对我们来讲啦，对个人资料当事人来讲，应该要回到更前面的问题，这个去识别化有没有需要特别的告知，甚至在更前面，这个去识别化是属于收集、处理或利用的哪一个环节 ？OK。因为我国法这个地方它并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些议题，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主要的以下讲到，如果去识别的话，我们指的就是所谓的匿名化。因为如果假名化的话，其实它就只是把它的连结部分的遮罩起来，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来讲的话，它仍然是属于个资法上的个人资料，它当然会有它所可以行使的权利。可是如果是匿名化之后，就是把它断开连结至完全无法恢复连结至本人的状况情形下的话，那它到底还能不能够去主张相关的权利？这个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议题。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去识别化到底属于收集、处理、利用的个资法上的哪一个环节？我国个资法第2条其实提到收集、处理跟利用。那处理在法务部107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函释，个人资料之去识别化的行为，它是直接说应定性为个资法第2条第4款所称之处理。而我国个资法的体系架构将收集及处理行为规范于相同法定要件下，所以个人资料的收集大多伴随着处理行为，故个人资料个资法并未特别区隔二者之行为要件，且去识别化需达到无从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人之程度，所以去识别的加工处理并未增加对当事人权益额外之侵害。所以在这边直接提到，如果原先个人资料收集的行为符合个资法的要求的话，就可以认为去识别化的处理没有逾越原先收集的特定目的，而可以用收集原因的时候的同一个合法事由为之。他在讲这个东西，那我们再往后看，在最高行政法院这边来讲的话，他这边有提到，如果资料内容已经完成去识别作业，个人资料属性已经消失，就不能够再视为新个资法所规范的个人资料，而该资料收受者对资料处理及后续处理及利用也不受新个资法之规范。他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实务上他认为几件事情。第一个，我国的个资法它区分成收集、处理、利用，它是把收集跟处理绑在一起，跟利用分开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认为收集行为的时候是合法的状态之下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处理其实就不会去逾越原先收集时候的目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简单讲，我收集合法的话，我就可以任意的去做处理。第3点，他说去识别化以后的个人资料，也就是所谓的匿名化之后的个人资料，它就不再视为
个资法所称，因为他个人资料的个人的属性已经消失，所以他不再被视为所谓个资法所要规范的个人资料。所以说这种状况之下，不需要让当事人的同意，他就可以任意的利用，因为他不是各自的，所以说当然他就可以认为是可以任意的去利用。OK， 这是我们在前面那边所了解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会去思考一点，去识别化到底需不需要额外特别的告知？那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就上面的见解来讲的话，因为个资法里面所提到的收集跟处理是绑在一起的，那它没有去特别区分，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说去识别的加工处理，它并没有额外侵害当事人的权益，所以说这种状况之下，在这个逻辑下，我可以收集，那我就可以合法的去识别。那我在收集的时候都已经告知完了，那我在处理的时候当然就不会再额外的告知。所以在这种逻辑之下，当然是没有额外告知、另行告知的必要。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说当事人的资料，他纵使他被去识别之话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当事人到底能不能仍然处于有所谓的资讯自觉权的概念、资讯自觉权的可能性？好，那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必须要去针对于去识别化特别告知，或者是说我们认为说去识别化，它应该这样讲啦。如果我们把去识别化的行为归属于处理的一环，但是我们又认为它有资讯自觉权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另外拉出让他得知他这个资料有可能会被去识别化做其他的运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认为他有这种权利的话，那我们势必在现行法的规定下就应该额外拉出来进行告知。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说去识别化这件事情是属于利用的一环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如果没有告诉当事人说我们会把他的资料做去识别化，那么后面的去识别化在我们认为它是利用的情况下，它就变成是一个目的外的利用。那此时如果是目的外利用而在前端没有告知的话，当然就处于一个违法行为。所以我们这边所要讨论的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定性。为什么说前面的定性很重要？那回到最前面去看，它到底是属于收集、处理或利用的哪一个环节 ？OK， 我们看到个资法第2条里面所提到的。第2条这边提到处理，什么是处理？它指的是说为建立或利用个人资料档案所为资料之记录、输入、储存、编辑、更正、复制、检索、删除、输出、连结或内部传送。那虽然说实务上，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他认为说去识别是处于处理的一环，但是他并没有特别指出是属于哪一种处理。那我们回到刚刚法务部的这个函释里面所提到的，这边可以看到去识别，我们看到法务部法律字第10703513050号函里面所提到，什么是去识别化？去识别化指的是透过一定程序的加工处理，使个人资料不再具有直接或间接识别性而言。它是在处理一个照片，如果依演算法转换为不可逆的特征值，是不是要去识别化？所以他这边提到去识别化指的是加工处理，使个人资料不再具有直接或间接识别性状态。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边，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嘛，好，记录、输入、储存、编辑、更正、复制、检索、删除、输出、连接或内部传送，它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加工是不是完全的相符？可能还有一点疑义啦，它至多是在编辑的这个项目下可以做处理，但它其实是不是真的完全就符合了文义上面的内容，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讨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收集是以任何方式取得个人资料，那处理就是这边所提到的为建立个人资料档或利用个人资料档案所做的这一串行为。利用其实它就是包山包海，它其实是收集处理以外的使用都叫做利用。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当你不落入上面的文义的话，理论上应该就要落入到最下面利用的环节的部分。OK， 所以说我们回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事实上在法条里面并没有提到加工。那如果我们再去考虑处理的目的是在建立或利用个人资料档案所为的行为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认为说这一个行为本身就是属于利用，那为什么不行？不过了，在最高法院106年的判决里面，其实他有做出说明，他为什么认为说这是一个处理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 ，OK，
在判决里面提到这个体系架构要怎么去理解，他说要先有收集才会有个人资料 OK， 那取得多笔个人资料要经过处理才能使其档案化形成个人资料，那也只有处理完毕形成个人资料档案，这一些讯息才有价值，也才能够在实证上面有利用的行为出现。所以他认为句式别化属于处理的一环的原因在这里。简单讲，我收集而来的资料一定要经过处理，到最后末端才有办法去做利用。那所以说中间在利用跟处理跟收集中间的这一段全部通通都要叫做处理。 OK， 这是法院的认定，最高行政法院认定。不过还是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是在于，到底把它组合成档案本身这件事情是一个处理的行为，但是如果我把档案给资料整理或者说资料加工的话，我不是针对于个人资料去加工，而是针对于个人资料档案去做加工的情形的时候，这个加工本身就是一种利用的行为。不过至少目前在实务上面，他会认为说句式别化的行为就是处理的一环。OK， 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逻辑上面来讲，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因为它不会是目的外的利用，所以说你如果要进行对当事人有所谓的权利可以主张的话，那势必在这一端就额外必须给他一个新的法规的订定条文的订定，让他当事人可以在这种状况下仍然可以取得一个获得告知的可能性，也才有可能针对这个部分去主张他的权利。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啦，之所以讨论这个议题，其实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当事人资料当事人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说只要是资料的运用都应该要让当事人知道他是怎么被运用的，让他有机会去主张他的权利的话，那告知是无可避免的。只是来说，从现行法规定来看，我们是要额外给他新的告知内容可能性，或者是说我们认为说它是一个利用，那其实现行法可以解决，就在最前面，因为它就是应该要被告知，如果没有告知的话，就目的外利用的告知。OK， 从哪个角度来看，它会影响到告知的设计，那也会影响到更前端的影视设计的问题。好，那以上是针对上周我想聊的议题跟内容。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关于法律、社会、新闻和生活经验的看法跟想法。我是为人律师，我们下次再见。